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小米14我已经长期使用很久了，而且是作为唯一的主力机使用。最近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也从各个方面做了很多维度的评价对比，我觉得可以比较全面的来谈一谈我个人对于小米14的看法了。所以咱们这期长期使用报告它来了，点按投币支持一下。接下来我将从实际的体验出发，讲述这部手机在我这个 UP 主手里的日常体验。我之前的手机是小米13 Ultra， 拍照很强，目前来说依然是我手里拍照最强的手机，但它的手感很差，在桌面甚至无法横屏放置来看视频。而这就是我换小米14的一个理由。从小米13 Ultra 换到小米14，手感方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手舒服很多了，再也不需要食指顶着这个摄像头模块了。舒服不仅仅体现在这一块，除了手机的尺寸变小了，硬件方面我倒是感知没有那么明显，反而是 HyperOS 系统给我带来的流畅丝滑，真的是可以在日常使用体验里面感知明显。这点虽然我做了MIUI 对比 HyperOS 的动画视频，但我还是很难向你描述具体在哪里好。从感受上来说，就是每次我滑动手机屏幕的时候，手机系统给我的反馈都是及时的，符合我预期的。甚至有种过于丝滑的感觉。最近的一次是王者荣耀界面，我们都知道在打游戏的界面是可以稳定在120帧的，但在王者刚进入的时候，家里界面这么丝滑，我是真的第一次感受到。我们就简单看一下这个感觉，这是我感知很明显的一些点。从握持到系统的感受，这一代的14镜头模组比13确实是大了许多，这就导致横屏看视频依然会有一边高低，但好在已经没有13 Ultra 那么夸张了。屏幕翘起的这个弧度。这样看，我想敏感的人应该能看出小米13 Ultra 这边是翘的比较高的。你看，它是翘这么多，正常应该是这样平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这个最终翘起的高度啊，有所减缓，所以在这方面稍微好一点点吧。带来的好处就是它的影像系统确实还蛮强大的，特别是浮动长焦镜头，拍摄的场景会丰富的多，基本上一个手机就可以拍摄日常用到的所有场景。这是我最近用它拍摄的一些样片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当然，有很多朋友会好奇它小米徕卡的味道比之前的小米13 Ultra 是不是淡了，我还专门做了对比。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还原当时的色温色调方面，小米13 Ultra 依然是小米目前的最强。小米14的影像在主摄还是打不过小米13 Ultra 的，但在3.2倍长焦的表现会比小米13 Ultra 要好。自然在一定程度上，徕卡味就没有小米13 Ultra 强，毕竟现场的氛围感小米13 Ultra 还原的是很强的。在视频方面，我觉得差别不是那么大，4K 60帧都挺强的，仅会在人像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。而前置摄像头的表现，我看着确实还挺不错的，毕竟这是4K 60帧了嘛。视频上的表现，我个人是没啥好挑的。既然聊到了影音，那么自然就要有声音的对比。它的声音在我这段时间的使用下来的感受就是没啥感觉，毕竟我是10 Pro 基数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声音的感觉。在拼多多100亿补贴、双12大促、数码爆款、秋冬好品直降到底，没有套路。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，点击图片或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直达活动会场。像今年超值的性价比首选，红米12淘宝16加 1TB 到手只要1838，比官网便宜了261。还有摄影旗舰小米13 Pro 12加512到手只要4863，比官网便宜了1036元。这个价格浮动长焦拍微距真的很香。红米 Note 13 Pro 加12加512到手只要1726，天玑7200 Ultra 性能强，曲面质感好。还有最新的 iPhone 15，最低只要4948，比官网便宜了整整1051元。全系更是至高直降2100多。小米4也有好价，但是力度不是特别大，感兴趣的可以看看。而且100亿补贴，商品承诺假一赔10，还有品质型保障。双12有什么想买的，不妨拼多多搜索88400来比比价。同样的数码产品能省几百甚至几千。从手机尺寸大小到手机系统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对小米14都是满意的状态。但真的一点槽点都没有吗？那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在我的日常使用中，遇到过那么1、2回弹窗，当然还好，之后就没有遇到过了，稍微有点影响使用体验，但还不是特别难受。不过还是有比较糟心的一个体验，这个在我的小米14上面具体体现在抖音 APP 上面，遇到很多次闪退，前2天还遇到了黑屏，只有声音无法亮屏。一般这种情况，手机小白遇到了就很难解决，甚至会以为是手机坏了。但是好在我们不是小白啊，直接长按电源键，等待重启就轻松解决。不过作为稳定版的系统，有这个表现实在是不应该，还是希望重视问题，及时更新改 bug。另一方面，我不是很满意的就是长焦的对焦能力，这是很不错的一点，是万物追焦，拍照和视频终于是分开了。但对于动物眼睛的追焦，我想目前来说会有一点问题。虽然小米徕卡追求的是柔和低锐化，
但这明显不是对上焦的状态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表现啊，比如说现在我是开了万物追焦的，小金妈，看我，小金妈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成片啊，你猜清晰吗？这个还行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经的，如果是需要拍摄清晰，应该怎么做啊？来，小金猫，看我，可能需要这样子，就是你这个距离可能得近一点。小金猫，来定。哎，这样子居然都没拍清晰吗？就很离谱啊！你看。请大家反馈反馈，因为有只大金毛，所以我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早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NFC 智能选择卡片现在是真的不好用，本来在电梯里面网络就卡，还要现场选择卡片，这个速度是真的很慢，希望可以尽快优化，不然这个功能真的不好用。问题的话，目前就遇到这些。整体来说，小米14是我目前最满意的一台手机，我还是非常喜欢它的。你们看我这个出视频的频率、出现的频次就可以看出来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小点，比如说贴膜，比如说保护壳，然后就是电量这方面的问题了。现在我的小米14是裸奔状态，不是不想贴膜，而是一开始我买了闪膜的，贴起来并不是很合适，而原厂膜撕掉了，我就直接裸奔了。保护套其实原厂自带那个灰色的硅胶，手感是真的非常不错的，直接用就行。不过会包裹的过于严实，而且少点个性。我原本是想购买小米身上所有的14保护壳来做一期视频，但奈何没有抢到29块的那个，就搁置了。这款49的质感还可以，我用着也还蛮舒服的，颜色也还蛮骚，想买的可以试试，有点小贵，但确实可以。电量方面，从实际的使用出发，我因为是早起，从6点就开始使用，正常到下午的4、5点就接近10%几的电量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个续航还依然是没有太大感觉，不强也不拉，就普通水平。如果我会外出1天时间，我依然会选择携带充电宝。我一天除了晚上充电，白天肯定是要充一次的。对于8小时的上班族来说，不高强度使用的话，应该是不需要携带充电器的。从整体上来说，小米14是一款超级水桶的标准版，性能强、拍照强、手感强，没有什么短板。目前我遇到的这些小问题，也可以通过 OTA 的系统更新解决掉，这也许就是它大卖的原因。目前我个人的体验来说，整体上我还是挺满意的。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说实际体验。希望我的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充分的了解小米14，不要忘记拼多多搜索88400，享受更多100亿补贴的折扣福利。当然，你有什么其他想要知道的，也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。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多多支持，点赞越多，我更新的动力就越强。我是云飞，最后的最后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